2026年5月，普京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镜头前，高调宣布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，年底投入战斗值班。他脸上写满了我们又赢了的表情，仿佛这枚导弹真的能带领俄罗斯重回巅峰。但如果你翻一翻这枚导弹的体检报告，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：从2018年普京第一次吹嘘它开始，这枚超级导弹已经炸了4次，发射井炸出了60米大坑，毒云笼罩10几公里，甚至连自己人都要紧急撤离。5年试射4次失败，发射井炸了又炸，毒云散了又散，这到底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牌，还是导弹门还没出就自爆的阅兵式烟火？今天就来扒一扒这枚 PPT 核弹的老底，看它到底有多少真本事，又闹了多少荒唐至极的笑话。在聊萨尔马特之前，我们先花1分钟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。洲际弹道导弹简称 ICBM， 射程超过8000公里，能把核弹头送到地球另一边，全程只需30分钟左右。普通飞机飞不到，巡航导弹太慢，只有洲际导弹能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完成致命一击。他要对付的不是战场上的小堡垒，而是敌方的指挥中心、导弹发射井和潜艇基地，是真正意义上的灭国重器。那么核弹头为什么非得用洲际导弹来送？因为只有依靠洲际导弹，核弹头才能飞越千山万水，达到敌人家门口，速度20到30马赫，射程覆盖全球，现代防空系统几乎无法拦截。没有它，核弹头就只能躺在仓库里当哑弹。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很好奇，洲际导弹用的是什么燃料？它怎么能飞这么快？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目前主流分为2种，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。先看固体燃料，它就像一根浇筑在弹体内的固体蜡烛，出厂就已装填，可以长期储存。接到命令后几分钟就能发射，反应速度极快。不过从燃烧效率上，固体燃料一旦点燃就没法中途调节推力，比冲相对较低，提供的动力在同重量下不如液体燃料，但它胜在简单可靠，反应迅速。美国的3X2第5潜射弹道导弹就是固体燃料的典范，自1989年至今已经连续超过200次试射成功，每一枚下线即具备完整作战能力。美军的民兵3用的也是固体燃料，从发射指令到命中目标全程不超过30分钟。那么液体燃料呢？它的燃烧效率和提供的动力是最让工程师们着迷的地方。相较于固体燃料，液体燃料的比冲更高，单位重量燃料产生的推力更大，能把更重的多弹头送到更远的距离。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不惜使用剧毒液体也要死磕萨尔马特，因为只有液体燃料才能把几十吨重的多弹头推上太空。那代价是什么？萨尔马特用的 P2 甲井和4氧化二氮是一对死亡组合。虽然他们平时也是加满燃料在发射井里值班的，但这种燃料剧毒且极具腐蚀性，两者接触后就会自燃，甚至不需要点火装置。2025年11月事故中，导弹刚升空就炸，很有可能是1级发动机的燃烧室或涡轮泵出了问题。各位不妨试想一下，把几百吨具有强腐蚀性的毒液常年封存在一枚精密导弹的肚子里，这就要求导弹的阀门、管线必须做到绝对完美的密封。但在俄罗斯目前拉胯的军工制造和日常维护水准下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走火的生化定时炸弹，稍微漏一点，电路短路，直接就在井里把自己送上天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俄罗斯不是没有固体导弹，白杨 M 和亚尔斯就是轻型固体导弹，但他们搞不定超重型大推力固体发动机。为了把几十吨重的多弹头送上太空，只能在重型导弹上继续啃苏联时代的老本。结果呢，燃料效率是上去了，但发射井炸了又炸，毒云散了又聚，液体燃料的不稳定就是萨尔马特动不动就炸井的核心原因。了解基础知识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萨尔马特在测试中的精彩表现。2024年9月21日，俄罗斯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一声惊天巨响划破天际。据德国《世界报》引用的卫星影像分析，一枚萨尔马特导弹在发射井内突然殉爆，200多吨的导弹加上数十吨剧毒燃料，在井中化为巨大火球。卫星照片清晰显示，发射井完全被摧毁，原地炸出一个直径超过60米的巨型深坑，周围数座建筑夷为平地，消防车在坑边如同玩具。据开源情报组织 Myanmar2C 的分析，爆炸发生在导弹加入燃料的过程中，而不是点火发射时。各位不妨一起想象一下，一枚200吨重的导弹还没出门就把自己家给炸了，这要是配备了真实核弹头，炸出来的虽然不是核爆，
但也绝对是一场灾难级的放射性脏弹污染。先把自己人送进加护病房，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2025年11月28日，俄军又在奥伦堡州亚斯内发射场组织了一次试射。据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，导弹从发射井中升空后，爬升不到400米便开始剧烈晃动，随即失控坠毁。巨大的火球砸向地面，爆炸声震得周边居民房屋窗户嗡嗡作响。这次失败后，发射场周边方圆10余公里一度进入紧急状态。一位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心有余悸地描述，那声音就像天塌了一样，然后一团紫色的蘑菇云升起来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听说要紧急撤离。据俄罗斯航天动态网站统计，从2022年首飞到2026年5月这次成功，萨尔马特的公开测试成功率不足40%，其中2次事故还造成了核心发射设施的完全损毁。比爆炸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每次失败时留下的纪念品——紫色毒云。根据现场视频和卫星影像的反复比对，这种紫色烟云的来源已经确认。萨尔马特使用的 P2 甲肼和4氧化二氮，两者均为剧毒品。紫色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，发射场上空笼罩的不是核威慑，而是化学武器级别的毒物。根据军事分析人士的推算，萨尔马特的燃料箱中装载有数十吨这种剧毒推进剂，一旦泄露或爆炸，有毒烟雾扩散范围可达12平方公里以上，周边居民区面临严重的生化威胁。看到这儿，相信各位朋友们一定已经明白了，俄罗斯不是不想用固体燃料，而是搞不定超重型大推力固体发动机，就只能守着这种剧毒液体燃料。而液体燃料的腐蚀性和储存风险极高，需要完美的密封工艺，俄罗斯做不到，所以动不动就漏就炸。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个假设，假如萨尔马特在发射前就有近一半的概率自爆，俄军指挥官还敢按下发射钮吗？答案不言而喻。美国的3X-2第5潜射弹道导弹自1989年首次水下发射至今，已经连续超过200次试射成功，全部采用更安全的固体燃料。每一枚导弹下线即具备完整作战能力，而萨尔马特呢，还在发射井里跟毒气较劲儿，这就是二者之间的代差。2026年5月，俄军终于宣布试射成功，普京第一时间听取汇报，高调宣称萨尔马特将于年底投入战斗值班。但这次成功被安排在5月12日，距离惨烈失败的2025年11月试射不过半年多，期间没有任何公开的研发进展披露。外界普遍质疑这次成功是为了成功而成功的政治秀。如果说技术问题还能算成长的烦恼，那么萨尔马特遇到的最大麻烦则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崩塌。苏联时期 236M 撒旦导弹的核心设计、生产资源大多集中在乌克兰境内。俄乌关系破裂后，乌克兰切断了所有相关零部件供应和技术支持。俄罗斯本想抄近路，在新导弹上大量沿用撒旦的设计，连发射井都是用旧井直接改造，结果发现图纸是乌克兰的，发动机是苏联的老底儿，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。根据军事工业分析报告，萨尔马特内部的高精度陀螺仪、加速器等核心导航元件，俄罗斯长期依赖从北约进口。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，层层加码制裁，供应链被彻底切断。俄罗斯试图自己生产，结果发现相关生产线早在苏联解体时就被拆光，青年技术人才流失严重，重型工业设备老化率超过70%。相信各位见多识广的观众都明白军工依赖进口的后果。我们常说的制裁打到痛处，就是萨尔马特导弹最生动的注脚。有俄军方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，萨尔马特的试射失败暴露了俄罗斯在导弹材料、发动机可靠性、导航系统集成上的全面短板，哪怕它强行列装，也难有实际作战能力。更讽刺的是，俄方通过走私渠道获取的部分零部件质量堪忧。俄罗斯法院今年披露的法律文件显示，俄国国防工业在制裁后大量依赖第三方走私进口军用电子元器件，部分零件甚至来自报废工业设备，可靠性根本无法保证。拆洗衣机芯片，买走私元件，用苏联老古董，用这种东拼西凑模式下攒出来的洲际导弹，别说威慑北约了，发射按下去的那一刻，最应该害怕的是俄罗斯自己。苏联解体时，俄罗斯分到了最完整的导弹设计图纸和发射井，也继承了撒旦导弹的全部技术遗产，但他没有守住这套体系，生产线老化，人才断档，配套工厂散落在各个前加盟共和国，
一旦制裁切断外部供应，整个链条就彻底崩了。反观美国，从民兵3到3叉戟2 D5，再到正在部署的哨兵洲际导弹，全部采用固体燃料，供应链全部在本土，这才是真正超级大国才拥有的工业自主能力。当萨尔马特屡次炸掉发射井的消息传出后，俄罗斯军方高层被质疑虚报装备进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他们战斗机发动机的改进都能拖好几年，技术更复杂的洲际导弹能好到哪儿去？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萨尔马特到底是什么水准？真正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核威慑力量的基石，它必须能做到及时回应，接到命令后几分钟内就能发射，还要保证发射过程安全可靠，能穿透敌军的层层保护，精确打击，还必须在数十年的战备值班中完全待命。可萨尔马特作为液体燃料导弹，光是防止泄漏就够俄军后勤喝一壶的了，连基本的密封都保证不了，还谈什么快速发射？普京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就高调亮相萨尔马特，说他2020年就能服役。8年过去了，2026年已过半，这枚导弹仍然在试射失败与勉强成功之间反复横跳。反观美国的3叉戟2潜射导弹，连续创下200次成功的神话后，早已在深海默默值班。而新一代哨兵洲际导弹已在稳步推进换装计划，美军计划建造450个全新发射井，项目预计服役至2075年。一个已经着手全面建设新一代核武体系，一个还在为让导弹安全离开发射井而焦头烂额。普京在2026年5月12日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成功试射。据俄塔社报道，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当天向普京汇报称，所有预定性能指标达标，设计方案无误。普京第一时间对着镜头宣布，这枚导弹的威力是北约同类产品的4倍以上，射程可达3.5万公里。相信以我们观众的火眼金睛，一定一眼就看出了这份 PPT 数据清单中的水分。有军事分析人士经过分析，也发现了这点。萨尔马特的所谓3.5万公里射程，来自亚轨道飞行的理论数值，以液体燃料重型导弹携带轻型载荷模拟飞行，在实际作战载荷下，真实射程远远不到宣传的一半。更何况，一枚连发射井都走不出的导弹，纸上射程没有任何意义。萨尔马特展现的是苏联遗产被进一步掏空的窘境，整个苏联时代攒下的军事遗产正在被一点点耗尽。当美军的战略核潜艇在深海静静巡航，当哨兵洲际导弹的新发射井在北美平原陆续动工时，俄罗斯的末日导弹还在为顺利出门而伤透脑筋。答案写在5年内4次炸掉的发射井里，写在笼罩方圆10余公里的紫色毒云里，写在制裁后零件断供、走私成风的尴尬里。它或许是纸面上最强大的洲际导弹，但实战中它连走出发射井都费劲儿。普京说萨尔马特年底就要战斗值班，可是他值班的时候，下一个爆炸的会是发射井，还是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底气？这场关于萨尔马特导弹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。各位觉得萨尔马特5年4次失败，暴露了俄罗斯军工的哪些深层次问题？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强行列装，它的实际战备状态能有几成？面对美军连续200次成功的固体导弹，俄军拿什么来比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评论区继续，下期再见。